前在节目里啊，我们突然之间呢有个小插曲聊到了飞机上的一些事情，我就很愤怒说，为什么在飞机还没有完全停稳之前，就总是有人要打开上面的那个放行李架的地方？我觉得很危险，很不安全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特别要做一集在飞机上面你最受不了的事情。首先，掌声欢迎3位来宾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今天我们做这一节目啊，我们虽然聊的是最讨厌的事情，但是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让大家改正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我跟你说，我遇到的最讨厌的事情，就是在飞机上打电话。就是这个而且我说你别打电话了，他说我每次都这样。我真的遇到过这样一个人。你有主动跟他说你别打电话了？我说马上飞机就已经开始滑行了啊。很多人都在说他，是他旁边人在说他，然后我也有是千夫指的意思吗？我说你别打电话，他说我每次都这样啊。哦。然后他最关键，他在往上爬升的过程当中，空姐没有出来吗？他又把手机打开，而且听音乐，而且是公放，好讨厌。就免提，公放就是很吵那种。对，就是他完全把那个音量调到最大，太讨厌了，真的有点，而且听的好像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歌，就很吵，就有点像凤凰传奇那种。你不是硬说一个故事给我们？不是吧？这个环节是我觉得我经常遇到，有吗？我也遇到过人家打电话，很崩溃。然后我说你这音乐能关了吗？他说怎么我又没开，我又没打电话。我有时候是听到人家就是没有人接，但是这个电话一直是在接通响。就他没关也没有放在包里，一直有铃声，放在包里，很恐怖啊，像恐怖事件。花在嘉宾上时间已经过多了，好吗？已经过多了。我们能不能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外国来宾？不能。还没说错吗？好了，掌声欢迎你们，欢迎。大家来看一下啊，在这块板子上呢，我们罗列了一些飞机上最让人反感的旅客，也是一些行为。那么在美国一个很知名的旅游网站上面呢，其实呢，通过1000个旅客他们的测评之后呢，有选出18条。而今天呢，我们特别在其中选出前5项最令人讨厌的行为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来猜一猜会是什么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说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问一下 Jason， 你猜一猜。最让人讨厌的在飞机上的行为会是什么呢？最讨厌的就是人家不停的放屁。有吗？这个事情我忘了是在哪里看到，就是有人发明了一个针头，就是放在那个椅子上面一个小针头，是可以吸那个屁，对，是吸那个声音。有这个东西的，不是声音，是那个味道，对，是放在飞机上用的。对。为了吸那个屁的味道，有专门一个枕头放在下面。但是我觉得放屁这不是一个人能控制的事情。你一定在飞机上放过屁，我觉得。你想有时候，当你没屁的时候那是没什么，当你有屁的时候硬不让出来是什么感觉？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。你有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？这密闭的空间啊，你可以把屁吸回去。控制住不是吸回去，是控制住。所以艾丽说那个很有效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答案。在飞机上放屁这个答案会出现在我们前5名当中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会有吗？3，肯定不是第一个。2、1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好，没有这一条。也许在108条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一条，但是前5条里面肯定是没有。罗颖莹有要猜一猜吗？我觉得前5名肯定有这个一直要上洗手间的人，我最讨厌这个，因为比如说飞机上的空气肯定是很干的，我也特别喜欢就是要喝水在上面啊，然后我也想到也要去洗手间，所以呢我就会买过道这个椅子。就是你会要那个过道的椅子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要靠窗的。但是也经常会出现这个人，而且我觉得如果1、2次去，我甚至3次去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3次正常吗？还可以，看你的飞机多久。你有12个小时，12个小时。是哪个去哪里，对吧？艾丽很生气说12个小时。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你要6、7次。对啊，而且我要站起来，要不然屁股会疼的，真的。你很像中国大妈哎，对，你真的很像中国。有些中国大妈坐长途就是一直要站起来溜达，而且她还是巡视啊。看看这边都是什么？看看这边都是什么？也不是光溜达，飞机的那个机舱啊，比如说中间有一个比较小的过道，我看到过大妈是这样的，大妈左手扶着这边，右手扶着这边。对吧？哎，你是讨厌的客人。
真的吗？对呀，是啊，因为没有人发出声音吗？大家都在看。大家都在看你。对啊，因为你看哈娜在旁边。在那个飞机的逃生窗口那个地方，我原来在那儿坐，就是买那儿的机票，因为我腿长，我要坐那儿能伸开腿。但是我就发现那儿成了一个活动区域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人都跑到这儿来活动身体，啊，然后跑到你面前吗？对，我在这儿坐着，他就跑我面前，然后。好，来，伊娜要说话。就像平时我坐飞机，我一直都想靠窗。画面好美啊！都不在里面，但是怎么碰到我了？是吗？因为你经常上厕所，你要帮一下。这条虽然不在前5，但在第16位，在第16位，的确也上榜，好吗？的确上榜。好，那接下来，觉得肯定应该在这个里面，因为我要说的就是找你聊天的那些人员，就是有一你说陌生人找你聊天，对，就是一直在跟你说话，哦，这个是有点讨厌吗？这个有点讨厌。好，还有人遇到过类似莹莹。哦，这种人太多了。我之前认识一个就是美国的，跟 Jason 差不多的。然后来之前我已经坐下来，他是比较晚上飞机的。然后他跟旁边的人都会互动，在走下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好了。然后他就是看到什么人喜欢你的这个衣服，你的发型好看。杰森，就是杰森。然后坐下来了之后，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人聊天了。我就拿起我的书，好好看我的书，找个英国人吧。然后美国人就是就爱看书的是英国人，爱骚扰别的是美国人。对，像个英国人要看个书吧。对啊，就是很文明，很安静。然后旁边就是你看什么书啊？哪个作家好不好看啊？你来自哪里啊？你去哪里啊？好不好玩？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什么都问你呀。结果我就好像我看书有点累了，然后是像星星一样我睡假装睡。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吧，我其实是来自于美国，我要去哪里，一直说的不停。真的是让人讨厌，柴景有遇到过吗？我是以前回韩国的时候，就是旁边坐一个上海的阿姨，然后她被她都认出我了，然后她女生坐我旁边，然后我又是靠床，然后我就想睡觉，可是他们就一直要跟我讲话，然后就 Hello me， 还是这样问我很多问题，然后我就不想理他们，然后就想睡觉。明白。所以孩子太吵，你就让人讨厌。对，很多人说不能怪父母，我觉得父母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。因为我之前也遇到一个特别调皮的小男孩，而且我觉得他年龄也不是很小，已经5、6岁了。我觉得这个年龄已经其实懂的。然后只是我前面有2个老人，然后就是那个女的还 OK， 但是那个老的男人呢，他一直抖，一直害怕，就是马上要起飞的时候，然后就吃了那个糖果给他舔一舔，就是会感觉好一点。结果一直抖，然后那个女的说没关系，没事的。结果呢，那个调皮的孩子看得乐着，哎呀，你看着那飞机就抖，肯定就在那，赶紧救他，太可怕了，真的，而且你有喝酒吗？上节目之前，你喝了很多酒吧？你刚刚啊？没有，真的，那小男孩真的是这样，就很调皮。他越看到那个老人越不行，他越觉得好玩，然后父母什么都不做。莹莹啊，你的表演实在是太浮夸了。而张芳又有哪些好的建议给那些带孩子坐飞机的旅客呢？对不对？家长自己也要做到自觉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问题是家长，不是孩子，大部分的时候不是孩子的。好，飞机上遇到吵闹的孩子，然后会是让人讨厌的事情吗？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排行榜，剩下最后一条，会是第1名吗？来，3、2、1，真的是。疏于照顾熊孩子的父母，可能是让很多乘客都是烦恼的。那我觉得像张芳说的一点很好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孩子比较调皮的话，上飞机之前做好一些功课，尽量不要打扰到身边的客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说我们在乘坐飞机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有些规定我们是不明白的，比如说为什么在降落之前我们需要把小窗户打开？
这点我是不明白，就是说我觉得会影响到别人的视线吗？未必哦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打开呢？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专业的人士来为我们解答一些问题。今天我们也罗列了一些问题，我们来看一下最让乘客费解的规定。那么这些规定为什么会有？它的道理在哪里呢？让我们有请美丽的空姐，欢迎。你好，来这边。注意的态度，请注意。发生了变化。现在漂亮的空姐越来越少啊，遇到这么漂亮的就是很困难啊，这事情。来，怎么称呼？我叫优雅。优雅啊，来，你看名字都那么的优雅，琼瑶式。控制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让人困惑的会是什么？来，3、2、1。飞机起降座椅需要恢复，也就飞机起降的时候啊，不是他一直说，请你收起小桌板，我能够理解，别撞着，对吧？然后调直座椅靠背，对我们这种有点肚子的人来说，其实是不太舒服的，因为你原来倒着挺舒服的，现在突然变成这样，特别是那时候可能你还在睡觉，然后就经常脑袋挂着睡觉。哎，为什么空姐出来之后，大家好像有精神了呢？而且那个调直座椅靠背，你也说话了，这个特别靠后，是，但有的这个角度很微妙啊，其实感觉不到。对，我们不明白，很微妙。在场的男士突然有点亢奋，你稍微理解一下啊。女士们有点想睡觉了，这个时候啊，你们就休息一下。为什么在起降的时候座椅需要恢复原状呢？还需要拉开遮阳板？其实这样的这一系列的措施呢，都是为了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。因为在飞机起飞的3分钟和落地的8分钟，被称之为最危险的11分钟。那其实在这个11分钟也是算是最有。你说最危险的11分钟啊？对，最危险的11分钟，但是它也是最有生还可能的11分钟。所以在这11分钟之内，我们必须要把把这个能够考虑到的这些安全隐患。都排除掉。那打开遮光板呢，是为了如果说万一飞机在迫降之后，能够在那个就是外面营救的人员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机舱里面的情况。如果出事的话，外面的可以看到里面。这有道理。也是相反的，就是乘客也可以通过这个遮光板，外面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，是不是可以逃生撤离？对。那座椅呢？座椅靠背和那个小桌板呢，它都是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撤离。对，就是如果需要撤离的话，如果有个椅子靠那么后面，你卡住，对不对？或者桌板直接插到，对吧？它这个撤离的时间，它是争分夺秒的，是不允许任何东西有阻碍的。明白。所以这条听了之后就理解了，为什么张芳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一直做得很好。怎么说？空姐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万一空姐没说，我还是会遵守。会遵守。素质。在那里了吗？素质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第2条好吗？第2条大家会不理解是什么规定？来，3、2、1。坐上了飞机却一直不起飞。一般广播里都是因为航空管制，我们需要在这里稍作等候。对，是这样的吧？我发生过一件事情哦，我飞鄂尔多斯，然后要飞郑州，然后去鄂尔多斯。然后上了飞机的那天我很累，然后呢上了飞机之后呢，我把座椅一倒我就睡着了。然后我感觉自己大概睡了有2个小时，事实上我确实睡了2个小时。然后突然听到旁边的有人说话，一有人说话呢。那个人其实是发火了，那个人发火了，因为其实事实上是坐了2个小时。我的感受是什么呢？哇，到了，就我准备拿安全带，我解安全带啊，然后我站起来准备去拿行李，然后空乘过来说：“先生，请坐。”那个现在您是要去哪儿？我说不是到了吗？然后那个空乘就像他现在这样看着我笑，然后就是我们还没有起飞2个小时还没起飞，还等5、6个小时、6、7个小时都有。有的那你还算好，最后还飞了。有的时候等了5、6小时，最后跟你说不飞了，航班取消，你还得下去。而且那个时候是那个机舱里边空气最热的时候。对。然后小孩也哭得不行了，大人也都烦躁了。对。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你不能光说航空管制，对，什么什么我们正在排队，你还是得解释的详细一点。但好像这空姐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他们也没办法。空姐也不知道吗？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？为什么一直不起飞呢？
一般情况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旅客上完飞机以后，舱门关闭以后，我们才会就是机长他才会跟塔台去申请起飞。那在这个情况下之后，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机场它到底留空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。哦，之前也是不知道的。对，我们到底是排在第几架，需要等多少时间，就是我们提出申请之后才会知道，才会有信息给到你们。对，那如果说客人有时候觉得对，确实我这个也承认。在飞机里面那个空间比较小的话，这个空气不流通确实会比较闷。但是如果说客人他要重新回候机楼等待的话，那这样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清仓，也就是说所有的客人他必须要把行李都带下去，这是出于一个安全考虑。哦，行李要带下去。对。哦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一来一回的话，其实更耽误时间。明白。因为重新上飞机以后，我们才能重新再申请。对，这样子的话，所以干脆在机上等，这样是第一时间可以起飞就直接飞了。对对对，也有可能会不排除一些可能会让我们提前起飞的这个可能性。哦，所以我们要互相体谅这件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们客人很烦躁，但是其实作为机长或者他们的乘务人员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就是说空姐她所面对的这个服务工作，因为我认识一些空姐。他们所面对的服务工作其实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复杂的多。对，他们在前面备餐，你想想一架飞机上200多人，他要把200多人都喂饱，还得帮200多人收桌子，是，还就是很多事情。然后呢，就是他们就是高级阿姨啊，对，就是高级阿姨。然后呢，等到你问起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们面临很多问题，比如说，整个飞机上的冰全部化完了。现在我有说有那个客人说我要冰的什么东西，对不起，我们所有的冰全化完了，因为等了5个小时。他们也很就是等会儿起飞怎么办呀？等会儿还要飞3个小时，这3个小时飞机上一塌糊涂，东西都坏了，真的是好不容易啊！你们其实怎么说呢？服务旅客的话，这个服务是一方面，其实更重要的是安全。你看，这一点的话，可能很多旅客他没有一个意识，就是说在安全和服务的同时，我们可能最优先考虑的是安全。安全是第一的。那安全有时候跟服务是冲突的，所以在这边也希望旅客能够有时候理解一下，能够体谅。好，来第三条会是什么？来3、2、1，座位没坐满却不让换座位。来，在场的有人遇到过吗？杰森？有的，对，我有一次晚上很晚坐了飞机，然后基本上就是很多人坐在这一排，然后那边就是很多空位置，所以我们都想换一下，因为我个子这么高，腿那么长，就是坐得很紧的，不舒服的，然后就过去那边换了，那个空姐说不行，这是不允许的，就位置空着不让你坐。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，艾丽？你可以说没关系。因为这个飞机，比如说掉了，那他们要知道坐在这个位置的人是谁，要不然找不到。哦，我们问一下我们空姐啊，为什么有空座位也不让乘客去换座呢？其实，在客人随意的换动座位，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如果乘务员看到的话，基本上都会阻止。那是因为可能这个你们觉得这个机舱里面人不多，我可以随便坐。对啊。但其实它下面是有货舱的，它是有货物的。然后每一架飞机起飞之前，它都是有一个配平参数。所以说，在你们在地面换登机牌的时候，它是根据这个配平参数给你们调的座位、放的座位。那如果说你这个随意换动座位的话，它有可能飞机的平衡就会被打破。这样的话，一个人的重量就要打破整个飞机的平衡。因为人本来就比较少。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要问我们的空姐，就是为了保证我们飞行的安全，同时呢也保证乘客的安全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要提醒我们的观众吗？最近啊，有一个这个安全的专家，他也做出了一个实验，说在利用那个网站上面的一个译码器，就可以通过你这个登机牌知道你的个人信息。所有的个人信息吗？对，知道的还是比较全的。这样的话，它可以随意改变你的航班，帮你改签。其实甚至更可怕的是，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些信息，然后能够推算出你的这个银行卡的密码，造成巨额损失。好，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空姐，我们聊了很多在飞机上的事情。其实呢，我们虽然说了一些讨厌的事情，但希望大家改正这些不好的习惯，成为一个可爱的乘客，不仅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同时也保证整个飞行过程的安全，这是大家。